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由思布集团天使之美冰魔独家冠名播出的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感谢途牛旅游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要旅游找途牛，途牛旅游网提醒您，节目播出期间打开途牛 APP 摇一摇，摇出100元红包。本节目由拉芳柔顺洗发露特别赞助，在这里感谢拉芳柔顺洗发露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爱宝的粉丝在天天圈提出情感问题，就有机会得到导师们在线的解答，并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涂磊老师1对1的指导。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实时互动，并分享至朋友圈，赢得定制好礼。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著名的媒体评论人俞伯洪俞老师，欢迎俞老师。青年演员李化李老师，欢迎李老师。华谊嘉信的副总裁曲伟曲老师，欢迎曲老师。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我和他是在生日会上面认识的，刚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好可爱，小清新的，那我就开始想着追他。他对我特别体贴细心，然后我就选择跟他在一起。但后来发现，就我们之间的问题越来越多。我就发现她还是挺公主性格的，天天要缠着我，天天要跟我为了一些小的事情而闹着。我在她眼中就做什么都是错的，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可能是80跟90的一个区别吧。我现在又做她的哥哥、爸爸，还有做她保姆，真的很累了。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来，掌声有请。男嘉宾小陈32岁，来自广东，推广经理；女嘉宾小彤24岁，来自广东，现在待业。来，有请两位。32对，主持人就是小片里你说的80后是吧？24朋友聚会就一下就看中了人家了是吧？算是一见钟情吧。你是什么时候对这个男生心动的呢？女生吧都喜欢男生送礼物给我嘛，就他送很多礼物给我，你就打动了我。那要换一个比他送礼物送的更多的，你跟吗？也不一定，因为可能没他帅还是喜欢这个人，对不对？对交往几年了，小伙子？1年多一点点，就受不了啦。因为他很有公主病啊，他经常没事情会弄很多事情出来，搞得我整个人就觉得很累很疲倦。现在待业是吧？资料上写待业有多久了？认识他之前已经没工作了。在家里待着闷吗？不闷。你都干些什么呢？淘宝他淘宝特别严重的人家可能1个月才买几样东西嘛，他可以天天都有快递。也没特别多，就买衣服嘛，女孩子还没特别多，天天都有衣服。那你1个月花钱花得多吗？不多。那他的信用卡都是我还的。你是我男朋友，必须得照顾呀。知道他的鞋子有多夸张吗？有100双鞋子那本来鞋子就有波鞋高跟鞋平底鞋干嘛要？还有中跟的。家务做吗？不怎么做，就天天淘宝。逛逛街。还逛街？我有闺蜜嘛，不约我闺蜜出去一起逛一下嘛。给你做饭吗？认识了400天做了1次算吗？1次也算呢，是吧，姑娘？对你看就做的不好吃而已那经常都是我做你下班还要做饭？对下班之后他就把那个东西买好了之后就等着我回来做，做完大家一起吃了都8点钟了。那家里一定收拾得很干净吧？一般般。淘宝逛街乱花钱，不收拾家是吧？我觉得还好，不算乱花钱。1个月你花多少？5000左右。为什么不去工作呢？就我认识他之前嘛，我就刚辞职嘛，然后我觉得我也工作3、4年了之前，然后我这段时间也想休息一下嘛，然后后来认识他了，我就比较依赖他嘛。真的是超依赖，我要当爹当哥当保姆。还有一件事你没说，当银行卡。刚才我们了解了银行卡的功能是吧？我们听听爹的功能好不好？怎么当爹的呢？吃个苹果他都不会削那个皮，那我还帮他削好。
我觉得这都挺正常的。你比我大8年，不照顾我，你干嘛呢？我不找一个跟我同年差不多的，找你那么老干嘛呢？你不照顾我，我工作很大压力啊。谁工作压力不大呀？你也知道我不会煮饭，不会做家务。你选择追我的时候，就必须得接受我这一切，对吧？嗨，你喜欢没办法。那也不是啊，他现在还变本加厉啊。他加了什么力了呢？那他现在看了韩剧看多了，他经常除了打电话给我之后，他还想我，好像那个都教授突然之间就可以在他面前噔一下就出现了。我那不幻想一下吗？我又不是真叫你嘟的一声就来到我身边，对吧？不是你，他要是嘟的一声你没来的话，他会生气吗？他会不停的打电话啊。那我开会的时候，我还看着手机，又有未接来电，又有10几个了。那我觉得你上班还是可以接我电话的，也没忙到那个程度，对吧？唉，主持人，你知道他还会打人，这个问题最严重的。哎，他很聪明的，他说：“亲爱的，把脸贴过来。”那我把脸贴过去，他这样就打过来了。打完他就笑了。那也不疼呀。不疼啊？对，不疼。你叫在场，你看哪一位可以给你试一下？我打你多少次啊？很多次。你傻呀？他下次再叫你，你还放啊你？上1回当可以，2回、3回，还很多次啊。那他有时真有时假的嘛？有时候你捅过去的时候，他真的是亲你一下嘛？哦，哎呀，贪图他亲你那一下是吧？你觉得他好吗？对你现在？对我是挺好的啊。你好，我不好啊。你怎么不好了？就我觉得我压力那么大，就也要是我压力大，不是你压力大。我又要赚钱，又要做家务，还要煮饭给你吃。我觉得我那些不叫公主病呀，很多女孩都这样。我觉得我没事。姑娘，你跟我说说你的压力来自于哪儿好吗？我压力来自于他嘛。他怎么了？我就不会做家务，你非要逼我做一些我不喜欢做的事。哦，你喜欢做的事，你给我排前3号好吗？1、2、3，按顺序排。淘宝第1的。然后呢？逛街。逛街第2啊。然后呢？就喜欢跟他在一起啊。哎，你们俩的事儿父母都知道吗？知道。你们家人什么态度？我爸妈都在香港，一开始他们是觉得我应该在香港那边找啊，因为会好一点对我的发展。不过我对他就是一见钟情的感觉。啊，你父母喜欢这小子吗？也不。管吃管住管刷卡。其实我妈就不喜欢我到她家去住嘛。然后我就不听嘛，就她觉得就我找一个男朋友比我大那么多嘛，她就觉得应该包容我多一点。听说今天母亲也陪你来了是吧？对。来，我们有请他的母亲，来有请。您好。您工作吗？没工作，家庭主妇。主妇了多久了？有了他之后我就做了主妇了。您在家里做饭吗？做饭。收拾屋子吗？收拾全都是我干的。这个小伙子您喜欢吗？我不太喜欢他。为什么呢？因为呢，我觉得他好像不靠谱。他怎么不靠谱呢？就是现在他呢老是挑剔我女儿嘛，追我女儿的时候他就不嫌弃她啊。现在相处一段时间嘛，他就好多说我女儿是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啊。我就觉得他好像变心了吧。我也没有变心啊。没变心，只是想他多做点事而已。我女儿是很单纯的，她说什么话她相信她的啊。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人呢，就是好像不够真诚。追我女儿的时候说的很好的，他说煮饭不懂啊，我懂，我会照顾她的，我会很好，好好爱她的，阿姨你放心。但是他现在他又说他又不会煮饭，不会照顾她。其实我女儿没有公主病，她好可爱嘛，你不觉得吗？这段时间我觉得我的女儿为了她已经改了嘛，就是学会煮饭了，帮她煮饭了她以前在家里是不干的，她应该很感动的，为了她的改变了。做过几回您知道吗？应该很多回吧。那你怎么就说做了1回呢？就做了1回啊。煮饭我也不太清楚，是那女儿说的啊。但是她现在改了很多，比以前就是比较娇气一点。
他今天要求我们来帮助一下他们这段感情，您看我们是给他们往好里说呢，还是给他们往不好里说呢？我觉得嘛，就是看我的女儿哦，我会尊重她的。好，谢谢妈妈啊，谢谢您能来，请回，请回，请回啊！哎，你妈和你爸感情好吗？好。你爸回家不用干活吧？不用。谁干？我妈。哦，为什么是你妈呢？我爸工作嘛。你妈淘宝吗？不淘。逛街吗？少逛。啊，明白了。他要达不到你的要求，你跟他分手吗？考虑一下。其实我改很多呢，你都不觉得吗？我现在很少淘宝，很少买东西了。我也是有学的煮饭，只不过我觉得太难了，我煮的也不好吃嘛。我觉得你都会做了，也不用我做了，对吧？那我可辛苦哦。调整一下，你出去工作，你在家里做饭。啊，这不行。为什么？我挣的肯定没他多。没事，他在家里面他不淘宝不逛街，只是做饭，还省钱了。那我要他干嘛？不是，那你要他是干嘛的呢？挣钱啊。他要没钱你还跟他吗？这要想一下。你跟我点什么头啊？这不是你找的人吗？跟我点头，我是没招了。来，各位老师看看怎么办？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因为你们的年龄悬殊很大，所以他有时候使点小性子，依赖你一点，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但你依恋的确实有点夸张了。你妈妈说这是小问题，但在我眼里看是大问题。你刚才说让他赚钱养你，言下之意，作为一个女孩子，你就要靠男人养。你是上过大学的，也24岁了，现在该去找一份工作，不管赚多少钱，有一个男的有一个饭票了，你就可以靠了。能靠几年呐？而且你就依附他身上做寄生虫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希望你慎重再考虑。在这个状态下，如果得不到改变，兄弟，走了算了。假如说我们养了一条宠物，我喜欢它是因为它漂亮它可爱，我把它买了，但是你养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还要伺候它，我觉得好烦，我转头我送人了。但那个是宠物，但是你女朋友不行，你还要跟她在一起，那你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做？你作为一个男人，你该怎么样去担当？我觉得你这个时候应该选择的不是抱怨，而是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女孩呢，我很了解妈妈对女儿的这种感情，因为我妈妈也是家庭主妇，她当了一辈子家庭主妇，她为这个家奉献了很多。她跟我讲，她说如果未来你不喜欢做饭，那你可以不做，但是你一定要会。真正当你的家庭需要你，你的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你一定要。其实我也会做饭，但是就是不想做，也不喜欢做。那你对这个家的贡献是什么？你对这个家的付出什么？在我看来，你就是找了一个饭票。如果有另外一个男人对你更好，你一定会选择另外一个男人的。而且一个女孩什么都不做，天天在家里逛淘宝上网，对自己一点追求都没有，做一个寄生虫，我是觉得你这么年轻，我觉得挺可悲的。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对感情的这种投入度跟真诚度都是有问题的。我们这是爱情保卫战，你们之间根本就没有爱情，你们之间只是一个交易，你完全就是被他的钱给打动的嘛。你现在有的是比他小8岁的青春，24，等你过8年，你还有什么？很危险，尤其你还有一个这么护着你的妈妈，我希望她能听到，因为她是真心爱你，只不过她爱的方式错了。她告诉你如何做好一个女人，如何做好一个妻子。你们俩都需要反省一下，我说是你和你的母亲，否则真是母亲会把你害死的，而你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而男孩呢，你以为你现在给他所有的给予是爱他吗？那是在害他。既然不够爱就放手，既然承担不起他这份寄生虫式的爱情，那就赶紧走。他没有你这个宿主之后，也可能这个寄生虫就知道如何自我的成长了。你是在救他，好吗？分手吧。我提醒所有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和在场的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搞错了一个概念，不要把单纯和天真和无知与肤浅画上等号，那是不一样的。天真未必无知，单纯也未必肤浅。
真正要是单纯的人，他往往对待感情是执着而专一的。真正天真的人，他怎么可能像你一样，在生活当中永远是利己主义？什么事儿你来干，挣钱的活你来干，我只要坐享其成就可以。所以你不是单纯与天真，单纯和天真的人往往是内心很丰富，但是他依然单纯和美好。你知道吗？生活当中有一种女人，看上去是光彩照人，温柔可人，但是在生活当中就是不劳而获，典型的中看不中用。这种女人可悲吗？你好像还不自以为知。我大概是理解你的，但我又是不理解你的。我理解你的就是从男人的角度上来说，漂亮嘛，是吧？漂亮的东西一定要搬回家。但我不理解你的是，对于那些没有生命的花朵、石头之类的东西，它再漂亮搬回家，我怎么可能跟它产生爱情呢？它根本跟我没有互动，怎么会有爱情呢？对吧？石头不会爱你，对吧？他也不会疼你，对吧？他也不会为你分忧，对吧？他也不会问问你饿不饿啊，冷不冷啊，开不开心啊，孤独不孤独啊，对吧？那就是石头嘛。但是你最无聊的一点就是这一点，你既然一开始就知道它是块石头，你干嘛还把它骗回家呢？你骗回家你就好好供着呗，这会儿是供不起了，你不是活该吗？在经过了浪漫的爱情生活当中之后，我们的感情迟早有一天要变成亲情式的爱情。夫妻俩在一起过的是什么？虽然你们还不是夫妻，无非就是在一起，你疼疼我，我爱爱你，你关照关照我，我关心关心你，这就是夫妻嘛。连这点都没有，你还谈什么爱情呢？很可怕呀！我要他来干嘛？你动不动要他来干嘛？他是保姆啊，你就不知道疼疼他吗？你就一天到晚在那儿杵着。还有你那个妈，自己都知道如何增进夫妻的感情，就是按劳分配嘛，彼此分工嘛，男的主外我就主内嘛。他明明是这么做着，维护了自己美好的婚姻，却不告诉你。如果说他认为你此时此刻这样的不劳而获是正确的，那他为什么自己不这么做呀？他辛苦了一辈子。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妈为什么要这样教你，他是要毁你啊。妈不给力没关系，他将来不给力也没关系。我就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谁凭什么爱你啊？我告诉你，我今天很郑重的很客观的跟你说，女孩子，你很简单，长得也一般，但是你可以活得比现在更精彩，你可以花自己的钱，你可以自己维持自己的生活，你没有必要像一个摆设一样没有生命没有活力的待在一个屋子里，要做一个自强的女人。就这样。姑娘就记住一点，全职太太也是一职业。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做得很好，但是有很多人扮演不了这个角色，那你就别演。至少从现在来看，你做不好全职妈妈，踏踏实实的去工作去，让自己能够挣来自己花的钱。我倒是特别想跟电视机前很多母亲说一句，千万不要溺爱。对孩子的溺爱会让他在未来的人生当中输掉太多。接下来的时间留给这对年轻人，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其实我听了几位老师说之后，我觉得他们说的真的很对。我爱你应该是一直要深爱下去，虽然你真的有你自己的一个自身的一些毛病，其实老师们把我的心底话说出来，我只是不懂得怎么表达，我想对你说的，想引导你的一些说话，其实他们帮我说了。其实我很害怕，就是因为我突然之间离开了你之后，你以后的日子过不下去。如果我的经济能力能够不停的攀升的话，我肯定会一直养着你，对你很好，宠着你。我只是怕自己有一天就是突然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之后，你自己就活不下去了。哎呀，回吧两位，请回吧，谢谢。来，请关门，请关门。
接下来的选择当然是属于他们自己的。5、4、3、2、1。丝布集团天使之美冰魔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5、4、3、2、1，请开门。就是爱你爱你，如悲如喜。女生，记住这个问题，如果你想做全职，就好好去做，它是一份职业，是不是？是。所以你们俩好好再磨合吧。好了，请出我们的小花童，来，有请。牵着妹妹的手。恭喜你们获得了丝布天使之魅提供的精美的面膜。他们这句广告语其实挺好，叫给你想要的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时光吧。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我会改的，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好。你真的要改吗？我会改的。别哭了。成功牵手的情侣朋友将会获得由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你们自己喊开始和停。来，开始。停。来，拿着这个啊，我突然就有一个感觉啊，就他们俩最后那个时候，突然有一感觉，真是像孩子，好多道理没明白了，没人教啊。妈妈，来，有请妈妈。来，你还觉得你女儿犯的错仅仅是小错吗？是大错吧？当然是大错了。对。所以妈妈千万不要糊涂啊！其实做好一个母亲，做好一个妻子，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我自己觉得是一个一生的学问。我们都学习往前进，好不好？好，祝你们幸福。来，请回。谢谢。